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钱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国袭击伊朗成功，川普这个非常的开心，笑开怀啊！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讲了很多，包括他说，伊朗的领导阶层一共48个人，一次我给他团灭，一次给他歼灭哦。他说，革命卫队现在已经没有总部了呀，我们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大概1个月，也就是4周左右。另外呢，他说伊朗是史上最暴力的政权之一啊。他为什么要袭击伊朗呢？是为了全世界，不是为了他自己，也不是为了他美国哦。那另外呢，是不是有很多人打电话给他投降？川普讲了这一番话，我们来听听看。Command is gone as well, and many of them want to surrender into saving their lives. They want immunity. They're calling by the thousands. Combat operations continue at this time in full force, and they will continue until all of our objectives are achieved. 好，川普讲的应该是革命卫队的人，不过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些电话。另外呢，他还透露了伊朗有新的领导人还跟他传达了说愿意重回谈判桌那川普还说我已经同意了。不过未来到底这个局势会怎么走呢？外界当然非常这个重视，也都在密切的关注。我们来看看美国不断的释放一些影片，包括秀肌肉的意味非常的浓美军曝光了 B2 轰炸机的影片，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脸书曝光 B2 逆踪轰炸机起飞的影片，证实它已经携带了2000磅的炸弹袭击伊朗弹道飞弹设施，并且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怀疑美国的决心所以你看起来像这样的宣传片不断的透过各个媒体，透过各个网络在全世界宣传。另外 CIA 这一次的情报也奏效也立了大功，包括我们看到 CIA 还有以色列的这个摩萨德，这个情报一定是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可以让军方在非常短的时间精准的轰炸3个地方，而且这些领导人都在开会都在聚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凌晨黑夜本来应该是在黑夜发动的一个空袭。在很快的时间，当他们知道这些领导人齐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就把它改为当天的上午。所以在朗朗晴空之下这些人被轰炸了。另外我们看到对岸的央视他们有一些评论，他说这个时间点是明显考虑了美国国内的政治传播需求，因为这个画面一出去哇，全世界的媒体，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的这个电视各种的传播就野火燎原一般的立刻发散了出去，从打一拳到动摇政权央视的意思是，本来可能只是给他一个教训，现在呢，整个政权，伊朗政权都要被动摇了。那伊朗是吃素的吗？看起来他还在绝地大反攻，包括你看到4飞弹攻击美林这个美国的林肯号航母周边各国都成了目标。你也可以从画面上面看到，包括伊朗革命卫队在第7份的行动报告中自己讲说，美国海军林肯航空母舰已经遭到我军4枚弹道飞弹的袭击，还有一些国家也被波及了，包括像是阿联、巴林、卡达、科威特，甚至沙烏地阿拉伯都遭到伊朗的空袭。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外电的画面显示这些中东国家的饭店啦，还有一些民用的设施也被伊朗给这个飞弹给袭击到了。不过伊朗有解释这一切，他说我不是刻意要去袭击这些民用设施，而是你们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那已经不算是你们的国土，所以我们是去袭击这些美军基地。另外伊朗说他已经击落了美军的死神无人机，这是 MQ-9 的死神无人机这个被击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3名美军阵亡，这个地点呢也被暴露了，在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有3名美军被袭击。那伊朗是说他们现在已经造成美军伤亡560个人，其中包括6名的 CIA 的高级官员。不过美军并没有证实这一项讯息。哈米尼已经被证实他已经死亡了。现在伊朗的飞弹继续射有一些分析就担心这是断头式的战争机器很危险因为反正大家
就不管了，这些下放给低阶的军官，他就来因应啊，包括敌国啊，他就乱射一通，所以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刻吗？来，先请教亮哥。对，因为伊朗目前他有一个监护人啊，可是他是一个过渡性的，他就是要赶快召开专家会议，选出最高领导人啊。那这个到底会拖多久，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曾经一天就选出来了。那这次会拖多久，真的不知道啊。那川普现在很多话都在自言自语了，因为伊朗的国安委员秘书啊，他刚刚宣布我们不跟美国谈不判，谈判，对，我有看到。刚刚他宣布了啊。那坦白讲，这个监护人没有权利代表政府来谈判，所以政府现在伊朗不可能派人出去谈判嘛。而且你要知道啊，那个攻击是发生在阿曼的外交部长说谈判有进展，就隔天就发生了，对，对不对？前一阵子，你想一想，还有谁要愿意跟你谈？那个有点恐怖，你这个有点是突袭嘛？对啊，是以色列呢，这是偷袭了。本来你也不能够说以色列啦，因为 CIA 摩萨德真的情报很厉害。是啊。那伊朗的国安到处都是破洞啊，一堆人被收买了，这都是事实啊。那 CIA 跟摩萨德协调情报，然后以色列的协作是最厉害的嘛？对，他第一说在早上9点半同时攻击多个目标嘛。你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会被人家批评？昨天在谈判，然后说有进展，而且你不是关心核武问题吗？伊朗说核武问题愿意让步，他说浓缩铀他愿意这个，结果隔天就被炸了，让步，对，隔天就被炸了，隔天就被炸，虽然完全措手不及。这个在军事行动上就要不讲武德了。跟日本当年派代表去华盛顿，然后隔天偷袭珍珠港，不是同一种逻辑吗？你是大国以色列干这种事我不会意外啦，美国所以我跟你讲啊，所以在第一时间贺锦丽就出来反对他，其实这也不常见哦。就是美国对外发动战争，然后在野党的领导人第一时间就反对你，说你如果导向政权变更轮替了，那这种战争我反对，因为政权轮替的战争你一定要派地面部队啦，你一定要占领啦，你不可能只有空袭啦，除非内部政变。对。他不就鼓励人民起来推翻？那这个就是不负责任嘛。就在那边。我跟你讲，我觉得川普讲那话也不是鼓励人民起义了，他是在鼓励革命卫队造反啊。对啊。就看你内部会不会分裂。对。可是这个也太天真了啦，真的是莫名其妙。我跟你讲他现在在讲说革命卫队总部被我炸了，你知道革命卫队有多少人吗？18万。伊朗的国防军是42万。可是革命卫队的设备是最好的，而且它占有40%的油田的收入，是赚钱的，所以它是很有钱，又有钱又有好的武器啦。对，好，即便他的领导人都被你杀掉了啦，然后不会递补吗？他本身就是一个机器嘛，所以我跟你讲，川普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善后了，你怎么解决？那伊朗讲的话也不对了，我跟你讲伊朗今天发生了沙地最大的一个油田被无人机攻击，这个不是民用设施，那你为什么在打油田呢？我跟你讲，伊朗现在有一点全打，就不管了，然后他就是选择跟经济有关的让你痛苦，比如说赫姆兹海峡关闭嘛，今天传出来了，英国最大的海上保险公司。海峡通行保费增加1倍，就所有的船都停了。对，不敢。我哪有办法跟你赌这种保单啊？对啊，那我干脆先不要开。然后以色列今天早上传出海水淡化的净水厂被攻击。你看这些攻击啊，对，还有杜拜机场，对，好可怕，被攻击。结果现在中东地区有30-40万人卡在阿拉伯半岛。对啊。动弹不得，不知道怎么办啊。你说这个是军事目标吗？不是啊。所以我认为伊朗现在就是就是觉得说，
你让他设美军基地，我就要让你难过了。他第一天反制打了27个美军基地，那美国说死亡只有3个，你相信吗？这是美国人讲，对。你相信吗？不相信那伊朗说死伤有560人，对，这是伊朗的说法。坦白讲，我也不相信。他说还有6名 CIA 的高级对吧情报员。所以我跟你讲，这里假新闻一大堆啦，各自讲。我每天在看那个 X 上面一大堆哦，假新闻好多啊，是啊吓死人了。对，什么以色列的核电厂被炸，核反应堆被炸，对，都是 AI 图片。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非常小心来分辨。所以我们只讲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我就跟你讲我有把握的，他真的打了净水厂，是打了杜拜机场，那今天在打阿拉伯油田，结果布兰特油价一度飙到82，那现在稍微跌下来79，所以这个已经涨了5%多哦，今天哦，是那一度涨7%，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我们台湾真的要赶快处理能源危机的问题。你觉得有可能再爆发一次新的能源危机？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关几天呢。对，不知道会搞多久。你赫姆兹海峡影响到整个波湾运出来，是哦，这个真的。你想一想，我们台湾那个地方占比多大？对，这真的很严重，至少30%以上啊。因为其实亮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哦，包括现在伊朗，因为我们媒体很难进去，所以里头的讯息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各自都讲各自的话，也有很多假新闻，所以这讯息要非常小心的去分辨。来，先请教将军怎么看这场战争？那个美国虽然对伊朗的，尤其是革命卫队的指挥所，就是它的总部啊，整个摧毁了，但是它有备援机制。它有其他的替代指挥所，也有代理人制度，所以既然有备援指挥所，也有代理人制度，它还是可以运作指挥。所以要再造成混乱，我认为没那么容易哦，因为它这一方面它有这方面的机制，再加上去年2025年6月，美国那个时候午夜重锤，对伊朗实施这个核子提炼厂的攻击，它进行了人的清洗。那伊朗进行清洗完毕之后啊，他的革命卫队以及伊朗的国防部啊，他的指挥体系啊，更容易、更紧密，就是说里面的可能的一些的内奸啊，被除去了一部分。那这样的话，想要这个破坏、摧毁整个革命卫队，还有伊朗国防部的这方面的整个指挥的希望它造成混乱，我认为困难度是增加的。那他代理人制度一上去，又是一样。只是然后他又分权下授，让他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能够独立作战，所以变成了美国的这个斩首战。那现在伊朗实施反击战，那斩首战对的反击战，所以那反击战，伊朗对美军的不光是军事基地，可能也对其他的民间的设施也进行打击，所以也会造成美军以及其他驻在国美军，因为住在不管巴林、卡达、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等等的这些驻军，他们这些当事国的这些民间的设施也会受到破坏，因为毕竟会有流弹经过这个电子战还完毕的干扰的这些地对地的飞弹，它会飞偏打到其他地方民间设施去了。所以啊，这个伊朗的反击战会造成驻在国以及驻在的美军这一方面的伤亡，这是毋庸置疑。那第二个呢？那继续，那这个如果没有在短时间打完呢，那伊朗的报复战就要来了。那还会持续。伊朗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把它所有的地对地的导弹或者它的无人机通通大量使用，我看它都一波次一波次的使用，并不是全面式的使用。那这个在这波次使用的状况之下，这个就变成了一种报复战了。那我们说《孙子兵法》讲啊，兵贵树不贵久，如果旷日费时的话，那会造成美军这一方面的压力，因为毕竟美军它的出勤，它会有任务的风险，伊朗也会对它的这些出勤的状况掌握它的所在地，然后那美国的目标暴露了，那伊朗就会实施打击，所以报复战会在持续。那报复战久了，比如说现在美军已经对伊朗的海军摧毁了9艘的它这些巡防舰，但是伊朗还有地对舰飞弹啊，海军摧毁了一部分的这个主力，但是地对舰它是在地面上。它可以机动调整布防，然后保持在地下化或者掩体这一方面有一些这个我们防疫措施。所以啊，美国想要摧毁伊朗的地对舰的反舰火力，我
我认为困难度是增加的。而且啊，不管荷姆斯海峡也好，它里面的这个波斯湾的荷姆斯海，还有外面的阿曼海，那这个都是阿曼湾、波斯湾，你这2个都有受这个伊朗的控制，所以油轮想要能够自由进出，这个困难度非常的高。那油源被控制，那油价就要上涨，那也会波及到这个世界的经济上的这种状况，因为这都是能源，然后会不会造成世界其他的国家需要能源的这个国家给美国更大的压力？所以不仅是报复战呢，美国也要承受能源的压力。最后一个，我认为啊，是报复战，如果他打得够久，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没有收手的话，会变成消耗战，因为美国也会在兵力上的消耗，以色列也是一样，美国的弹药是有限的，还有其他地方调拨过来，也是要旷日费时，需要时间。那美国在这个消耗战的状况下，美国有多少的消耗？人员伤亡的消耗，武器装备的消耗，以色列同样面对人员跟武器装备的消耗。那伊朗会不会从俄罗斯那边获得局部的弹药的补充，来继续来实施消耗战，都有可能。所以我认为，这个如果打下去的话，美国未必能够全班占到便宜。是，来请教老师。假新闻满天飞啊！这个完全没有办法说坐在这边隔着那么老远这样子啊，我们只能够讲心理的反应啊。你知道哈尼被杀代表什么？这是什叶派啊，好像是罗马的教宗被什叶派杀掉了。你看看那个伊朗人，尤其是伊朗的主持人啊，一边报新闻呢，连我都学会了阿拉阿克巴，他们都在喊呢。珍珠伟大啊！为什么整个伊朗的情绪啊，已经到了完全无法收拾的地步了？从1979年开始啊，那个美国做这种事情啊，我刚刚认同亮哥讲了一句话：美国跟着把伊朗打成这个样子，是以色列能干的事情，它有生存的危机啊。美国有什么要求啊？美国要做事啊！我跟你讲啊，那个央视里面讲那个话，从打一拳变成了这个政权更迭啊，就在笑他，你知道吗？因为川普打这个事情的话呢，大家记得吗？大家谁还记得，在这个2月28号之前的美国的头条新闻是那个 Hillary Clinton 跟 Bill Clinton 去国会作证，讲他爱泼斯坦的事情啊，然后他们的证词2个人异口同声，讲的都是。川普，你自己这个事情要问，不要问我们，问川普就好了。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啊，这个川普做这种事情是要转移视听啊。他一看到以色列告诉他说，我们现在有个讯息啊，还大言不惭讲杀掉人家48个革命卫队的人，你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啊？那个哈米尼在这个什叶派里面的地位，那等于是让这个9000万人都疯了一样啊！啊，现在剩下我们这样讲好了，有3000万年轻人是希望能够结束这个神权国家。我认同啊，伊朗活得并不好啊，有很多人反对啊。但是你现在搞得把他杀掉以后，这样子出现这个结果，还有谁敢讲话？革命卫队就是对国内是越来越强，对国外就是乱攻。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感觉到川普好像利用这次机会，就是做一次金融收割啊。大家看到这几天消息，从机票的价格到金价上下乱跳，到这个比特币乱跳啊，到美元的汇率，到什么啊，这个一切的事情讲起来的话呢，就是拿人家的性命开玩笑一下，你自己跟人家在讲说，我们现在很有进展，正在谈，而且在瑞士谈得很好，就是而且那个卡塔的外交部长还讲，他始终想不明白，谈到一半突然打起来了，打成这个样子。我必须要强调，伊朗真的是疯了，伊朗是疯了。我跟你讲，那个刚刚攻击，你看大家最有名的那个，我们叫杜拜啊，就那个帆船的那个酒店，他妈都着火了，对不对？然后那个这个阿布扎比的机场都挨轰了。那你现在话呢？我跟你讲哈，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攻打这个沙烏地阿拉伯。道理非常简单，沙烏地阿拉伯表面上是说领空绝对不让以色列用，实际上大家看那个地图，那不收沙烏地阿拉伯费怎么可能？所以这个革命卫队讲说，只要谁有帮助过这个行动的话呢，我通通打。所以说他基本上已经完全封掉了，已经没有任何的节制。那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大家可以心里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伊朗的话呢。就是川普自己讲的，这个战争要拖4个礼拜。我平常跟一些将领啊在一起上电视，他们说这个武器的库存最多就7到8天，4728。美国靠什么打？开玩笑。
那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呢，美国现在最害怕的就是美国74%的人的反对都卷入新的一场战争了。没有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哈米尼的死亡，在当地已经引发了相当大的愤怒也好，或者是有人当然他们觉得想要结束这样的政权。总之，现在伊朗的真实情况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看到王毅他说话了，他说美国和以色列在伊美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发动袭击，这是不可接受的；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这也不可接受。2个不可接受。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大陆谴责这是破坏主权跟国际法。不过斩首哈米尼这件事情，尽管美国被骂了，可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是伊朗他想要暗杀川普呀，因为他想要杀我们的领导人，所以我们才做这样子的一个预防性的攻击。不过现在讯息非常混乱，我们看到美国它毕竟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国会要求来说明你川普没有得到我们国会的授权，你怎么可以轻易发动战争呢？所以现在卢比欧跟赫格塞斯要到国会去说明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因何而起。现在路透社的民调已经显示了只有27%的美国人支持打伊朗。56%的人说：“哎呀，川普真的太过热衷动武了，他们是不同意的。”而另外，我们看到有一桩悲剧发生在德州的酒吧有一个人他穿着伊朗国的国旗伊朗的国旗图案的上衣，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不过他的这个动机看起来是不是冲着这个美国攻打伊朗这件事情来的呢？他在酒吧外头开枪乱射，结果造成十多个人死伤那当然最后枪手被击毙了。FBI 在调查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后面的可能报复恐攻等等的相关联的恐怖行动。而另外我们看到英国跟法国也卷入了这一场战争，包括英国的首相施凯尔他批准美军使用英国基地去打伊朗的飞弹设施，结果立刻他就遭到了报复我们看到驻塞浦路斯基地这个英国驻塞浦路斯基地很快的被无人机给袭击了，还好是据说没有遭到人员的伤亡。可是呢，还有一个国家法国也一样他也卷进去了。马克宏是批评伊朗说，你不分青红皂白来袭击我们，因为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呢也去攻击中东地区他们在那里的军事设施所以他也发出了一些谴责的声明。刚刚大家都在关注油价，很重要的是荷姆兹海峡，现在据说啦只有伊朗跟中国的船只可以走，有196艘的油轮被困在波斯湾，动弹不得不敢走所以你看到路透社的报道就说，至少有150艘载有原油还有液化天然气的油轮在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中东海湾公海抛锚。他抛锚在那边干嘛？他停在那儿，他不敢走，也不知道怎么走。另外还有数十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的阿曼海岸附近停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样子的这个状况，因为很怕被攻击，如果你冒险走过去的话。来请教亮哥。事实上有一艘油轮真的被打了，所以大家会怕嘛，被沉了所以这个其实川普未来的挑战大概有几种啦。一个就是国会会提案，民主党已经大量表态了啦，要求那个战争权利法案要立刻运作，所以你最多只能打60天那之后就要经过国会同意不过讲白了啦，美国有能力打60天吗？不可能，因为弹药量的问题嘛。而且美国如果要帮以色列，他就必须从军舰要拦截飞弹，以前不就这样吗？那拦截飞弹很贵比如说你可能要用萨德飞弹，还有很多东西对，不划算。那伊朗那个用无人机来做饱和攻击，它的一架大概只有10万美金伊朗目前是这样啦，美国估计的它的自杀无人机 Shahed 有8万架，这么多然后它的飞弹有2300颗，那第一天它的攻击大概用了300到400颗，所以后面你还要再打而且这次显然有人在帮他啦，我认为就是中国大陆在帮他啦因为第一时间伊朗就做反击了嘛，
那所有的那个坐标位置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中国就是用北斗卫星，杭州有一家公司叫密商，徐密啊，那个商啊，热力学那个商，对，就提供了照片跟所有的定位，所以伊朗第一时间就，不然你怎么可能第一时间就打27个军事基地？对，哇，那伊朗他这样说了，他说我第一天是叫做把库存的旧弹拿出来打，就是要耗你的拦截弹嘛，那所以你没有看到重磅的或者超音速导弹出台了，都还没开始哦。法萨克发了。我跟你讲，未来比较麻烦的是，他如果集中打特拉维夫呢？可是我们还没撤侨哎，我是说你撑得住吗？好可怕哦！你知道我意思？这个第一个啦，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真的有能力打4个礼拜吗？对啊，事实上，美国军方有很多人是反对的，连那个参谋长还被川普立刻把他 fire 了。对，因为他反对嘛。对，第二，你美军的尸体会一个一个运回来啊？你认为打27个美军基地只死3个人吗？不可能。你相信吗？对这个数字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我没办法证实，可是我只能够跟你讲，有可能吗？那未来，川普自己都承认，说未来会有更多伤亡，对不对？那这个只要运回来，你受得了吗？赫姆兹海峡如果继续围下去，你国际的油价就暴涨嘛。真的，有人估计会涨到108，今天高点已经是82了。今天，那你美国的物价上涨，选民能接受吗？所以我跟你讲啊，真正的关键是回到美国之后给川普的压力啦。就是你弹药量不够嘛，你还要留一点防中国啊。不然，如果东海、台海、南海出事，你怎么办？不能全部打掉，不可能嘛。然后还有伤亡嘛。对。然后物价上涨嘛。那民主党就在这里做文章啊，国内压力就来了，就会叫你立刻撤军啊，等等嘛。那伊朗可以一直耗啊，反正他的死敌就以色列啊。因为事实上打那48个高阶的是以色列干的啦。不是美国啦，是以色列干的啦，以色列才会打这么准啊。摩萨德，我坦白讲，摩萨德，而且才会打得这么不留情啊。就歼灭，因为网络有一些影片也出来了 ，OK， 就是他们内部的拍摄嘛，对，突然之间就炸了。对，而且听说他这个哈米尼的孩子也在里面，他的女儿跟女婿还有孙女也在，然后跟他开会了有4个人，是，就是5个人同时炸死。那里面就是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都在里面，所以就团灭嘛。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他在想，阿曼外交部长在谈，而且谈判有进展，所以他心里可能就警戒心放低，就放松了。隔天大家继续去上班嘛，对，9点半一起打，就没想到就这样，对，这个也够狠的。美国那个民调的路透社的27%啊。挺那个川普这一次的史诗怒吼行动，那为什么那么低？美国人都不挺，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川普犯了3个错误。第一个，手段不对，他斩首战，他要把哈梅尼除掉。那打仗的话，除人家，那就变成斩首战。那个我们看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跟俄罗斯之间的打了第5年了，到现在为止啊，俄罗斯还没有对泽伦斯基动手，他也不实施斩首战。对，你现在这不第一手就把哈梅尼干掉了。俄罗斯他对，还有这个，我认为在乌克兰呐，泽伦斯基他最安全呢，他不，因为为什么？俄罗斯他不斩首，就是这样子，因为要这个泽伦斯基来负这个责任。那现在呢，你这个斩首战的手段不对呀，你这个整个把人家是一个伊朗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国家，你把人家这个首领给拿掉了，这个是我认为第一个就不对了。第二个呢？这个川普他犯的这个错误，时机不对，因为他本来是要3月1号，因为正在谈判当中，那谈判还在进行当中 ，ING 还在进行当中，你就把人家就出动了。本来川普是想说3月1号凌晨再动手，那你在2月28号早上9点半，伊朗的时间早上9点半就开始动手，因为他们在开会，刚好这时候人在集中，把他刚好现场把他炸死，变成这个状况。那你这个谈判还在进行中啊。
除非是谈判完毕、谈判失败、谈判破裂，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美国开始正式下达宣战令，或者直接开始动手，没有，因为谈判还没有结果，还在谈判当中。那这个感觉到啊，就是在这个时机上面不对，人家都会说你这个在谈判，那你这谈判是谈假的吗？你这样子来做的话，有没有在这个正当性？或者动武的这一方面的非常正确的理由，川普可能就站不住脚，人家会从中在那边在炒作，或者在那边做一个辩论。那第三个不对，我认为是理由不对，因为美国是要伊朗放弃发展核武，美国要去炸的是炸伊朗的核设施，去炸这个浓缩铀的提炼厂，去炸浓缩铀的储放的地方。因为他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嘛，去炸这个可能理由还算比较充分。结果他现在呢，去炸革命卫队的总部，去炸哈米尼，去炸这些，然后说我反对伊朗发展核武，然后去炸人，不去炸核设施。那这个感觉到理由不对啊。所以川普换了这个，别人一定，美国是个民主国家，美国那么多的智库，那么多的大学教授，他都会做分析，你这个不对呀，你这个炸错方向啦，所以要反伊朗，这个伊朗。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就你炸的是他的革命卫队的总部，没有结果。到现在为止，到目前来看呢，伊朗的核设施、核提炼厂、伊朗的浓缩铀还完完整整啊，对，还没有去炸。到现在为止，辐射层也没有泄露出来啊，也没有跑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人家在讲说，你这个是叫伊朗废核，结果你炸的地方是不对的，这个理由不对哦，很容易被美国的民主社会拿放大镜来做解释。所以我认为川普犯了这3个重大的错误，而造成美国对这个川普对伊朗动武的这种支持度非常的低。是老师，大家都有很多问题啊，我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一个以色列，一个美国，一个伊朗啊。以色列很坏啊，那个川普很笨啊，那个伊朗的话呢很疯啊。我跟大家讲，那个以色列做的事情啊，刚刚我们将军讲得非常清楚啊。你开口闭口跟人家谈的时候，但是请大家想一件事情啊，伊朗跟美国在谈到停止浓缩铀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也不放弃他们的长程导弹，以色列听在耳朵里是什么东西啊？你有核子弹我也完蛋了，你有长程的导弹我也完蛋了，所以先下手为强。我得到的讯息啊，是一个从以色列的一个朋友，一个犹太人给我的讯息，说我们有先下手为强，英文叫 preemptive strikes 他之后才1个钟头，美国才加。川普很笨，他根本没有必要来加入这一场。那么现在以色列本身做的事情，以色列基于他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做这种事情然后呢出动了非常多，光钻地弹打到德黑兰里头就30枚，这个不得了啊，一下子把哈米尼干掉。另外大家现在都忘了谈一件事情以色列为了引发伊朗的报复在伊朗的南部攻击一个女子小学，死亡人数至少120人以上，现在165那你看。这个简直是令人发指啊！那个伊朗，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你把伊朗逼到发疯为止你这伊朗没有选择，他一定要搞这事情。如果认为以色列所有这些事情的话呢，伊朗现在攻击所有事情，那法国跟英国都讲的事情，伊朗讲你不要我活，我也不要你活，这个叫鱼死网破。那现在出现这个结果的话呢，你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现在最主要大家都是防范于未然就是说，第一个荷尔姆兹海峡会不会导致全世界的油价非常涨高，尤其是我们在东亚、东北亚这一带的话呢，那么所有的生活中都依赖油价。那么目前为止，我所得到的消息是要涨到今天到82号，可能会涨到120，甚至还有人喊出来150、160。因为这个情况下维持下去，因为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呢，对于荷尔姆兹海峡的这个围堵，不让油轮进出，这个很严重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恐怖行动因为在 Texas 发生的这件事情，穿的伊朗的国旗是一个黑人大家不要忘了大家不要忘了，有非常多的人在心中支持那个伊斯兰国，然后伊斯兰国也好，伊斯兰教也好或者说伊朗，千万不要以为说伊朗本身就是这么个怂包因为这种事情的话引发众怒，连我们在这边做评论都会发觉你做的事情非常奇妙，你自己打到根本不应该的事情。那大家现在的话呢，西方的媒体我们不敢看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的消息当中，一开始我觉得最令人发指就是那165个小女孩
在学校里头被炸死，没有人讲到伤多少人呢、我相信整个学校都摆平了。那这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这种事情的话，真的是国仇家恨，真让人家觉得很难想象。我们大家都有女儿啊，那会想到这种事情，真的是不可想象，实在是太残忍了。对，在伊朗南部的这个女子小学因为有100多个学童死亡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媒体的报道，不过美军到现在说他们尊重媒体的报道，伊朗是说他们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发动任何攻击，所以再度强调有很多东西我们媒体没有办法看得到，不过至少这个小学被炸这是事实，我们有看到很多小朋友的遗体。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这战斗机在这么很紧张的时刻怎么搞的？它坠机了。这是美国的一架空军 F-15E 的战斗机，礼拜一在科威特坠毁了。您看到，包括飞机上的人员是很安全的弹跳了出来。那飞行员已经确认是美国人。这一架战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空中部署的一部分那也有一个消息是说，这一架 F-15的战斗机是被友军击中的。可是到底是谁击中它？美国官方到现在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一次美国空袭伊朗，是不是有很多 AI 的工具被用上了呢？包括这个 AI 的工具 Anthropic 的 Cloud 说是呢在这个战场上发挥非常大的功能他们定位了像是最高领袖哈米尼等多位重要的官员，所以 CIA 可以用情报作为后盾，然后精准的作为一个斩首的行动。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跟帕兰提尔这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合作开发的 AI 系统，也据说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决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AI 已经在战争上面，现代战争上面应用的越来越多了，包括很多这个核设施浓缩铀储量各方面的这个增加它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 AI 去推估德黑兰在数周之内具备核武多少枚弹头的制作能力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川普被视为川普会做这样攻击行动的一个决策很后面的一个参考依据。而另外，中国大陆的 AI 发展，那当然全世界都知道，它的 AI 武器库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解放军是运用 AI 科技削弱美国太空还有海上的优势。他们公开研发一些卫星目标定位的演算法，还有新型反卫星的武器。其中有一些武器呢，射击能够锁定并且瘫痪敌方的一些平台的微型机器人所以这是解放军据说正在研发的一系列自主水下航行器。北京在海洋和太空部署了先进的感应侧，这也是媒体的一个报道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美军也在这个非常密切的锁定解放军的 AI 模拟，像是这个猎鹰杀戮，说是这一款无人机可以在5.3秒之内就团灭美军的产能，会输很大所以像是《华尔街日报》一系列的报道其实某种程度也在提醒美国人你们在无人机上面的这个产能其实已经落后非常大了。因为除了软体之外呢，因为它硬体的产能更加的快速，包括它一年可以产出100万架的无人机，可是美国每一年只能有数万架、几万架的无人机的产出所以这个一边100万架，一边只有几万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每一年的差距。你讲的是军用的，对，军用的无人机那攻击用的各个方方面面都包含在内。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AI 在商用之外，在军用上面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其实大家也通通都在观察中。小米在它的电动汽车工厂现在部署了人形机器人进行汽车组装，在商用的用途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包括这是小米发布的机器人在电动汽车压铸车间的自供螺母安装工作站的一个状况。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机器人手机，这是荣耀发布的最新的画面，它是在2026世界移动通讯大会里头展示首款的这个自主品牌 Android 的机器人，定位用于客户的服务，还现场表演了翻跟斗。那荣耀机器人手机是配备安装在机器臂上的2亿像素的镜头所以你可以看到机器人的手臂上面就有手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来，我们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这个 AI 运用在武力上面的发展？这个早就有了啦。事实上，在加沙战争，以色列就要锁定那个，就是那个他们那些领导干部回家的时间啊，还有可能的地点啊。那所以以色列们就去炸，那个加沙几乎都是灭门啊，因为那个时间都是吃晚餐的时候啊，所以一样啊。因为今天我也看到了美国的报道，说事实上他们追踪那个哈米尼的，已经追踪了几个月了啊，而且哈米尼事实上在这2个月内也曾经被暗杀，没有成功啊，所以大家也感到很好奇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最高领袖办公室上班呢？对啊，所以才会有人传出来说他是不是故意的了，殉道啊，就是故意去训教啊。为什么会这样传？因为他已经86岁了，而且本身罹患癌症啊，那他可能想要保他的儿子能够接班，让他训教。因为什叶派他们是12伊玛目这个教派嘛，对，12伊玛。这个教派最强调受难嘛，那受难者你就会产生英雄的光环啊，然后还可以促使这个神权革命卫队对内会比较一致嘛，团结对外。亮哥，我插播一下好不好？我们收到的最新的讯息是不止一架美军战机被击落。科威特国防部最新的声明是美军有好多架的 F-15的战机已经坠毁了，机组人员都已经安全弹射生还了。不过我们刚刚不是有说有一架飞机掉下来嘛？现在可能是这个伊朗是不是有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让这个美军好几架 F-15战斗机坠毁？这个难以想象了。电子战控制的是吧？对，可是科威特距离伊朗蛮远的。对，所以现在不知道我们看到的讯息，因为我看到的资料是说，好几架的美军友军的防空系统误击。对，那是第一次听到的是误击嘛？对。可是现在像是 Bloomberg 他们的说法是这个不知道，因为现在各种传来传去的新闻太多。如果这是真的，那因为你要符合物理原理啊。他说有可能是伊朗的防空系统击落一架试图攻击伊朗的美军 F-15战机。那不可能啊，然后坠毁在科威特。因为伊朗距离科威特蛮远的。对，所以不懂这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是提供讯息给观众朋友参考。我知道了，你至少要有电战机的能力啊。伊朗这方面应该不行吧？等一下可能要请将军告诉我们。将军待会再回答这个专业问题了。天哪，这打都不用打，好几架，怎么弄的？因为它这个像落叶飘，我认为可能它是不是伊朗拿到了电磁脉冲？哇！那如果电磁脉冲的话，它当掉，不是发动机好不好的问题，是你飞行根本没办法操纵了。你看它落叶飘的样子，你看飞机是失控的，能够射那么远。那我知道电磁脉冲弹打过去，它的飞弹是打入电磁脉冲。所以现在的状况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美军的战斗机掉下来，而且不止一架。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都还在调查中。先请亮哥还是告诉我们这个 AI 的运用这个部分。这个 AI 啊，这个 Palantir 是最有名的公司嘛Palantir 的创始股东就包括摩萨德。因为几乎都是犹太人，犹太人真的蛮厉害的啦。所以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犹太人？不是，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这个 Peter Thiel 就是犹太人那背后摩萨德也有参股了那这个也没什么，因为以色列的监控通讯本来就非常强，所以他们的合作我也不会意外那就是说，他就是收各种大数据，然后就帮你做那个人脑的决策啦。所以他提供战争决策最佳解答那现在又加上这个 Claude 嘛 Anthropic 又把这个加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的协作在第一时间打掉伊朗48个，而且大部分都是他绝对不是一天收集的啦，知道他的路径啦。那今天又做了同样一件事，就决定打了。我觉得他有算概率了。被打的都是在办公室啊。对，都是在办公室被打。开会的时候所以这个也是人工智能一旦来取代人的做战争的决策，蛮可怕的。因为它就不分对象了。
对，他可能把要的名单，然后认为达到了一定的级数，那这个人就要把他暗杀掉。实际上以色列在加沙已经做过了，而且非常成功。哦，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美伊战争爆发，现在伊朗全面大反攻了吗？我们看到的讯息来自于外电，讲的是说美军的 F-15战斗机不止一架哦，在科威特这个地方被击落，不知道是不是被击落，它坠毁了哦。那飞行员是弹射了，可是不止一架，这是来自于科威特国防部说的多架美军F-15战斗机坠毁。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伊朗的半官方媒体是说，伊朗的防空系统有击落一架试图攻击伊朗的美军 F-15战机哦，所以这是同一件事情吗？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请将军来帮我认为他们这种说法是蛮混沌的，因为如果被误击，或者是被地对空飞弹或者空对空打到的时候啊，它后面会冒微那个火光啊，而且还有部分的推力，然后它现在的高度还蛮低的，我认为是不是被电磁脉冲干扰，它到最后面才有这个火光从它的机背弹出来。你看落叶飘，整个失控。换叫飞超系统是失控的状况之下哦，它已经被没有办法操到。你看它垂直掉到地上，好像失去动力。飞机它都会有部分动，它有机翼嘛，它就有滑翔能力的。是。那它没有，它垂直，你注意看，它跟那个塔是一样，整个是跟流体力学完全像石头这样掉下来，失控的，就是这样子。然后飞超系统当掉了，要不然它还会有飘降能力。最起码它有翅膀嘛。对。它翅膀没有断掉啊，翅膀两个是好的啊。你看它飘下来的时候啊，是一种飞机是一种螺旋，它落叶飘一样这样下来。你看，换句话说，那这是不是电子战、电磁脉冲？那电磁脉冲，伊朗不会打那么远，但是它可以跨境部署，带进去一个小型的人机这边，因为飞机啊起飞阶段。跟反降阶段高度都要降低，你要回机场落地了嘛？是，这个时候最好发送。科威特旁边是伊拉克，对不对？就发动突击的，在你的预定的航路上部署电磁脉冲 EMP， 还是很远。那我们直接讲就或者部署石墨炸弹，那石墨炸弹一打的时候叫你当掉，那一当掉的时候，问题是飞超系统现在都是软体了，就没有办法了。飞机就失控。我跟你讲，伊拉克是支持伊朗，是，所以现在情况我们还不知道哦。可是的确有 F-15的美军战斗机坠毁了。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岳举正老师。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战争的事情，令人血脉喷张啊，非常激动啊。但是我基于哲学的专业啊，必须要强调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说刚刚这边的消息提到的 Anthropic 这个 AI 的公司啊，它那个 Cloud 哈，因为这个在这个发生这个战争之前，就是美伊跟伊朗之间发生战争之前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川普带头啊，就是完全取消了 Anthropic 的，尤其是 Cloud